最后的最后呢，我们就再说说中医和西医哪个更普惠。很多人说西医那么贵，中医呢价格很亲民，那我只能说看您是在哪个国家，看您消费到了什么。所谓的一分钱一分货，怎么说呢？如果你正常的付费一个好的大夫，抓到安全和有效的中药呢，其实中医也没有那么便宜。那些比较好的中医大夫呢，一般老百姓呢都是挂不到号的，即便是挂到了，也是动辄几百上千。能抓到那种质量上乘的中药呢，也得花好几百块钱一副。那么一个疗程下来，随便几千块钱呢，也就出去了。在海外的华人，我相信大家都有消费中医的习惯和经验。我自己有时候呢也会使用中医。曾经为了治疗流感后期那种挥之不去的咳嗽呢，我曾经花了100欧元买了5副药，可以吃2个星期的疗程。那么对于另外一个疗法呢，那种疗法是肠道菌群的恢复的疗法，只需要不到15元。那我至少只能说，至少中医在欧洲对应此类疾病呢，从成本角度来说，它并不是最优解。对于那些针对疑难杂症的那些大药，我们说的是中药的大药，比如中成药里边专门治疗痹症的明星药西环丸，其实中医的价格也不菲，它也是差不多1000多块钱一粒。那么随便一个疗程下来呢，好几万块钱也就没有了。西环丸在它的说明书里边呢，说可以治疗癌症，不知道效果如何。如果单凭西环丸之力花个几万或者说10几万，吃上几个疗程能搞定癌症，我想除了功德无量之外啊，估计还能获得诺贝尔医学奖。至于那些把中药当作古董去收藏和拍卖的这个产品，比如说龟苓集，比如说安宫牛黄丸等，那些是属于故弄玄虚、收智商税的范畴，不在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内。中医的几个大厂，他们的销售额除以老百姓购买中药的这个购买次数呢，大概就能知道这些单次的治疗成本了。从开始使用中医到最终痊愈，中医的试药成本呢，试错成本是很高的。中医的价格里其实包含了您为厂家支付的很多试错成本。国内的西药呢，一般比较贵，尤其是新药啊，同一种药对比国外的价格呢，价格往往会是国外价格的几倍甚至几十倍。您要是去支付一下国内医药行业这个产业里边它的增值分布规律，就会知道谁挣了钱，为什么国内的西药那么贵了。所以说泛泛的说中药便宜西药贵，其实是不识货。这个话题的5个方面我们都已经讲完了，我们现在又回到了引起这个话题最初的一个原因，就是我们当时会引起断交的这个话题，中医和西医谁更靠谱。我想呢，对这个答案呢，其实是没有一个标准答案的。我们之所以把这个话题用这样的方式去展开，其实只是想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考的一个模式和一个路径。很多时候其实真的是需要case by case 的去探讨，您在当时的情况下，您有什么样的选项？这些选项他们的风险，我们提到的这几个层次的这些风险和他们的收益各是什么？然后最后再根据您当时遇到的情况，为自己做一个最优解。我就说没有一个标准答案，我们只有一个认真去思考这些话题的一个思维模型。谢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